老师，昨夜我做了一个梦。哦，什么样的梦啊？醒来时，我已经忘记了梦里的内容，只是发现枕上泪痕犹然未干。是悲伤的梦吗？也许吧，我并不知道那是伤心的泪水，还是来自领悟的喜悦。你又多了一层体会，不错。而且我发现自己最近似乎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一个梦。如果你已经忘记了梦里的内容，为什么会认为是不断重复的梦呢？因为在梦里始终都有一首歌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什么样的歌？无法形容的美丽，又似乎很伤感，很遥远，又似乎很熟悉。你有什么感受？听到这首歌，仿佛我的心就变得透彻，想清楚了很多事情。所以你是来告别的。我感受到了一种召唤，也许我该出发了。好，老师的授业解惑之恩，弟子终生铭记。出发吧，韩非。师兄，你要回韩国？是的，该回去了。韩国是七国之中最弱小的，以师兄的才华，实在是有些可惜。没办法，那是我的国，也是我的家。出生在帝王之家，看来也未必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也许吧。你呢？有什么打算吗？师兄之才10倍于我，可以挑最弱的。我准备去七国中最强大的屋檐下，去碰碰运气。你要去秦国？师兄见笑，李斯比较现实。梦想说起来很美，但却非常脆弱。现实一点好。只有依靠秦国，我才敢与师兄一较高下。所以下次见面，我们是对手了。希望不会再一次让师兄失望。那就说好了，不能因为顾虑同门而手下留情啊！绝对不会的，师兄放心。
嗯。切！啊！哎呀呀！你要干什么？买酒，要好酒。哎，我们没有名贵的酒，只有自己酿的烈酒。烈酒有多烈？喝一口，就像往喉咙里推一把刀子。这就是好酒啊！我要，哎，快，哎，要多少？2大壶，1壶给我，1壶给他。啊？我肚子饿了，去钓鱼，钓到大鱼，结果人掉到河里了，鱼跑了，钱囊也没了，所以，李大人。
如此深夜还在书写公文，真是勤政啊！什么人？什么样的重要的公文，不写在朝奏竹简上，却要收藏得如此隐秘？卫兵，来人，有刺客！不会有人来的，他们都已经听不到了。李大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把黑暗隐藏在黑夜里的人。是夜幕的人。猜对了，不过唯一的奖励只有死亡。你们这帮冷血无耻的凶手，为虎作伥！老鬼，不留下吗？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，请早些休息，保重凤体。你滚吧，滚得越远越好。那我告辞。什么人？学生在此苦苦守候，无意惊扰相国大人，请恕罪。苦苦守候。听说相国大人爱才，所以不远千里，以一腔热血承奉。我这里不缺热血，学生有真才实学，而且是新鲜的热血，可以为相国大人带来新气象。新气象。那我问你，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？雨天。这就是你的真才实学，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，拖下去。相国大人如果不信，我愿打赌。赌什么？宫廷朝政，胜负一手，岂非都是以性命为赌注？你这条命又值什么？相国大人的命可就富可敌国。大胆！你如果不是疯子，就是有胆子。留你一命有什么好处？替大人未雨绸缪。你叫什么？学生李斯。
我去！唉，没事的，待会儿啊就能找到一棵大树避雨。我们的运气啊，一直都不错的。我去！回来了。想见我或是不想见我的人，终于还是要再见面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哥哥，想死我了！哇，这么想我呀？那要不要亲亲我呀？要！傻瓜，我开玩笑的，你还来真的你？那当然是真的啦！你看看，大街上这么多人呢。看什么看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瞎看什么？不怕我戳瞎你的眼珠？红莲公主，小人错了。把眼睛闭上。你们也是，全部把眼睛闭上。谁敢睁眼就挖眼珠。喂，他开玩笑的啊，别怕，别怕。我才不是呢。喂，你再胡闹，小心我揍你啊！哼，才不怕你呢。我现在有厉害的师傅教我武功，只怕你打不过我。切，我是舍不得打你，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你？真是。你去桑海那么久，念什么破书？都没人陪我玩。而且你还玩失踪了，好几支部队去迎接你，都找不到你。我喜欢清静。你还喜欢清静啊？你又躲到哪里喝酒去了，是吧？身上一股酒气。多久没洗澡了？啊，上个月我可是在湖里彻彻底底洗的澡。上个月啊？哥哥你好恶心！就是洗澡染了伤寒，所以不敢再洗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快点回宫里去。哦。哎呀，我送给你的项链呢？你是不是拿去换酒喝了？妹妹，好久不见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天地间真的有一种超越凡人的力量，在冥冥中掌控着命运吗？有。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？两位王爷有令，我等押送军饷去边关，军情紧急，必须冒雨赶路，切不得多点火把，方招贼人。
兵借道。军饷在变少。怎么回事？军饷不见了！大家都带来了自己的奇珍异宝，就以物易物，互相交换，互相关照，交个朋友。这只盘龙鼎是甲资格的客人带来的宝物，乙资格的客人带来的是一对玉镯，丙资格的客人带来的是3支玄晶箭头。丁字格这位贵客的宝物可不得了，据说琼浆入樽，碧海晶蓝。而这个形制古朴的盒子中，则是最后一位贵客所带来的宝物。要交换我的宝物，必须遵守一个条件。那就是在交换之前不能打开盒子。我的宝物是挑主人，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它是无价之宝，而对于另一些人，它有可能一钱一值。果然有趣。你故作神秘，我看你根本没什么宝物，就是个破盒子蒙人吧。大人，什么？
南宫错也死了。是。5名主审官接连离奇死亡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臣倒是有一个不二人选，必可破此奇案。哦，什么人？便是相国大人。姬无业，你，相国，你可愿为君分忧？臣愿意。好，好，我给你10天时间，到期未能破案，请当自知。姬无业此时推荐老夫，实在居心叵测。安平君、龙泉君皆是王亲，实难刑讯审问。这也正是之前几任主审一无所获的原因。加之鬼兵作祟，若我不幸被鬼兵所害，自然正合了姬无业的心意。纵使老夫命大，躲过一劫，但只要找不到军饷，仍是办案不力之罪。横竖都是一副死棋，究竟该如何应对？如果韩国还有人能解开这个谜题，那一定是那个人。梁儿，不是说来见破案之人吗？对呀，正是他约我们来的。公子里边请。竟约在这种风月之地，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花天酒地，不知所谓。公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快来嘛！相国大人，再喝一杯嘛。比恭候多时了。多喝一点儿。兰花酿配上金丝红毛奶茶，确实相得益彰，别具滋味。公子满意就好。我原本有只碧海珊瑚尊，那才真是兰花酿的绝配啊！可惜啊，前几日刚好换给了别人。听公子这口气，似乎有些后悔了。当然不会，我换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，倒还要谢谢那个人呢。祖父，张大人，我知道张大人看不上我韩非，我对张大人也没什么好感。你要走，我不会阻止。不过我相信相国大人不会走。哼，你有这样的自信？想知道理由吗？因为大人的腰带系反了。而且你脚上还穿着朝靴，那又如何？系反腰带
说明相国心烦意乱。下朝之后没有更换朝靴就赶来这里，表明相国急于求解。韩非礼数怠慢，相国大人十分恼怒，却还能站在这里听我说那么多废话，代表相国大人。都说韩非玩世不恭，不想体悟察人却如此敏锐。唉，不错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还在这里，继续听你那么多废话。相国大人雅量，我以酒赔罪。贵兵，军饷在变少。臣倒是有一个不二人选，必可破此奇案。哦，什么人？便是相国大人。姬无业，我的宝物是挑主人的，要不要换，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手中。如果韩国还有人能解开这个谜题，那一定是那个人。韩非礼数怠慢，相国大人十分恼怒，却还能站在这里听我说那么多废话，代表相国大人已别无退路。我们只有3个人，为什么放了5个杯子？又玩什么花样？这杯酒叫做南宫错，这杯呢叫做李希。剩下3杯是不是分别叫做姚峰、南宫绫和王开？原来是在审查军饷结案中离奇死亡的5位主审官。不错，相国大人可知道这5杯酒有什么共同点？他们都是我提拔的，是我在朝中最得力的左膀右臂。现在人走了，5个职位就空缺了出来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个代表的就是相国大人。各位聊什么这么尽兴啊？怎么把酒壶都摔了呀？哎呀，刚想起来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把白玉酒壶。那么韩兄是答应帮忙了？但是相国大人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帮你破案，你在父王面前推荐我担任司寇之职。公子贵为王孙，为何要做这刑罚之官？我觉得司寇管理法章律令比较好玩。公子既然知道这事关重大，岂能儿戏？祖父大人，韩兄如果能破此案，的确也是司寇的不二人选。行，多谢韩兄临危相助。相国大人，有子房这样的后生俊杰，真是张家的福分啊。韩兄过誉了，子房承受不起。你早看出姬无业要利用军饷被劫一案铲除朝中政敌，所以就出奇兵，让我这公子王孙介入，使得姬无业投鼠忌器。而且本案疑犯安平君、龙泉君贵为王亲，相国大人即便德高望重，也很难审理。用我来对付他们，却恰恰正好。韩兄，如果我处理得体，
则令祖父无忧且有功；如果我破不了案，令祖父至少也得到了缓冲的时间，再做他想。哼，好一个李代桃僵之计呀！子房不敢，案情离奇诡异，张家危在旦夕，才请公子出手相救。你别紧张，我说这些正是因为我很欣赏你的谋略。韩非，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三王叔精于养生，研制一味龙骨八珍汤，乃滋补圣品。要配制此汤可不容易呀，除了极稀有食材，还要炖熬足足9个时辰方可饮用。不知此汤功效如何？那日鬼兵乍现，场面何等骇人！我回府后饮用了此汤，竟能安睡。如此妙汤，可否多做一些，也留给小侄分享？这个有点难。此汤必须在熬成后当天饮用，隔日则功效全无。原来如此。你来不会只是问养生这么简单吧？王叔英明，小侄想听听鬼兵劫军饷的故事。鬼兵？黄金就这样在雨中凭空消失了。鬼兵出现的地方是何所在？断魂谷啊！当年韩国打败郑国，韩哀侯曾允诺凡投降者可免一死，最后却将郑国5000降卒骗至新郑城外，通通坑杀，异常残忍。此地正是因此得名。据说这次就是这些亡魂死不瞑目，讨债来了。否则那些黄金怎么会凭空消失？我在案发现场捡到一些碎金，不如来试试。光线有点暗呢。小心着火！五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这块黄金竟然逆五行之理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燃，实在匪夷所思啊！而王叔竟然能够预见，真是神了。两位王叔可曾听过水消金？水消金表面看起来与普通黄金一样，但若遇水，便会消融于无形。王叔以为有没有可能，那晚在雨中消失的其实是水消金。我们就是遇到鬼兵讨债，其余的一概不知。真正让我困惑不解的，其实是王叔的龙骨八珍汤。我的汤？王叔说此汤烹饪繁复，需整整9个时辰才可做成。正是。案发当晚，王叔回府却喝了一碗龙骨八珍汤，有何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如果当晚想要喝到这汤，不能等王叔回府才烹制，必须从一大早就开始准备。绕来绕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王叔押运军饷，一去一回，至少要3天3夜。问题来了，那天王府大厨为什么会为3天后才归来的王叔准备必须当日饮用的龙骨八珍汤呢？难道王叔在9个时辰之前就已经知道军饷会被劫？
自己当晚就能回府。公子真是好雅兴，今天又来找哪位姑娘啊？不，今天我想找一个男人。你来紫兰轩找男人？对，就是前日在隔壁饮酒的那个男人。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，也许会越危险。也许我是胆子比较大。你的世界和他的世界完全不同。魏庄兄，能站在你这个位置跟我说话的，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我信任的人，另一种会被杀。也许现在我还来不及成为第一种人，但是我相信你不会杀我。是吗？因为这个。这是子女在乾隆堂给我的礼物，盒中所藏的水橇金，正是破解鬼兵劫饷案的关键线索。这份礼物有另一个真正的主人，因为此盒是运用纵横之理制作而成的，是鬼谷派的东西。天下寥寥，苍生荼荼，诸子百家，唯我纵横。又有谁能想到，在这小小的紫兰轩中，竟然隐藏着魏庄兄这样的鬼谷传人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则天下息。每一次鬼谷弟子在世间现身，都必掀起惊天骇浪。魏庄兄龙潜于渊多年，突然回到韩国，又会给韩国带来什么呢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一边接受了子女不明底细的礼物，另一边又接受了张良风险未卜的推荐，可见你早有选择。但是要做成这件事，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。接下来，该轮到你向我证明，你值得我帮。魏庄兄说得好，看来我们达成了第一次宝贵的共识。我的环礼没有送错人。公子走好，明天再来了。这位兄台，对不住啊，本公子并非故意。
果然是子女姑娘赶来救我，我就知道你关心我。火烧眉毛了，你倒还有心思开玩笑？因为我知道有人不想让我死。子女姑娘好身手啊，连鬼兵都怕了你。子女应该不是姑娘的真名吧？我很好奇，姑娘在成为紫兰轩主人之前，究竟是什么人？窥探我的过去是很危险的，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叫人相信。鬼兵竟然会化作乌鸦，消失于无形。似乎每次鬼兵出现，都少不了乌鸦这个重要配角。韩兄怎么一个人独坐在黑暗里？我在思考。思考什么？有些东西隐藏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。对了，我是来禀报，韩兄给2位王叔的安排已经得到王上的许可了。大人冤枉啊！放我出去！出去吧，我们冤枉啊！大人，出去！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冤枉啊，大人！韩非，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想干什么？王叔，我虽是晚辈，但在这里，我是韩国之法。我已上请父王，从今天起，2位王叔恐怕要屈居于此了。啊！子房来了，这是赵国秘藏的杏花白，是我用一把古剑向廉颇将军换来的，子房一定要尝尝。韩兄，你的身体……哎，辜负美人，空樽对月，乃人生2大憾事。你好像有什么心事？明天是断案限期的最后一天。你在担心？
安平君和龙泉君虽已确定嫌疑，但如果死不认账，以二人的身份却也无法定罪。你应该已经知道我对两位王叔的处置了。你说若两人都不坦白，则交由韩王发落，但韩王是他们的兄长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就算免不了失职之罪，也很有可能会从轻处罚。那又如何？韩兄提出这样的条件，不是正中其下怀？子房，你来看，这上面你能看到什么？两个人？难道画的有这么差吗？你不觉得很像安平君和龙泉君吗？被你这么一点拨，倒是有点像。知我者，子房也。现在你看见了什么？安平君和龙泉君站于木板两端。看来我的画工进步神速啊。这是一架天平。万丈深渊上的天平看似危险，但只要两人能一直配合默契，倒是有惊无险。那我们就打破这种默契。你看，这样如何？老四，你怎么样了？切莫乱动啊！老三，我听不清你说话，你想如何？虽然两人已不能互相交流，但只要维持原状，依然还是可以保持平衡。那就再加。如果谁能先招，就可免一切罪责，即刻获释。但是另外一人，恐怕就死罪难逃了。韩兄果然是棋高一招。你明白了？这场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。禀公子，牢中传来急信，安平君和龙泉君求见公子，愿意招供。这和之前那位主审大人死时一模一样，是鬼兵索命来了。吾与龙泉君对军饷起了贪欲，曾密谋图之，不想却招来郑国鬼兵，祸乱天下。鬼兵连日惊扰，心胆俱裂。吾二人不死，恐那鬼兵不息，吾以死谢罪。韩王莫要继续追查，恐惹祸上身。龙泉君的认罪书也是写得几无二致，同时自杀，死状奇诡。韩兄，你看。两人都是一样，应该是两位王叔佩戴的玉佩都不见了。
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死的几位主审大人也丢失了随身携带的一件贴身之物。莫非真是鬼兵所命？公子，您吩咐的东西拿过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前几天2位王叔每日的饮食。有毒。如果真的是鬼兵所命的话，难道还需要借助毒药？有人想杀人灭口，但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，从每个死者这里取走一件贴身之物？或许这正是整个阴谋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。我的2位胞弟就这样。大王，此案不可再查。大将军，这是为何？大王，据传言，鬼魂所走魂魄就会带走此人生前的贴身之物。这桌上的饰物乃是几位过世的主审贴身之物。臣的手下在断魂谷中寻到。难道他们真是被鬼兵？认罪书上已写明，若王上再要追查此事，恐那鬼兵会危及君上安危。自兴政城中闹鬼兵至今，人心惶惶，百业凋零。臣也以为国家社稷着想，最好还是息事宁人。哼！两位爱卿所言有理，寡人并非怕那鬼兵，只是恐百姓受难，社稷不稳呐。皇上，只要在墓地举行一场亡灵祭奠仪式，便可令亡魂安于九泉，不再为祸。也罢，相国，案子暂且搁下，这祭祀之事就有劳大将军一手操办。若能平息此事，寡人必有重赏。臣领旨谢恩。必须要找到君相才。对，老夫有言在先，破了案，找到君相，就许给公子私扣一职。不过，现在君相踪影全无。没错，找到君相之日，便是公子走马上任之日。祖父，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那么，老夫先行告辞。韩兄，没想到祖父竟然出尔反尔。子方不必自责。韩兄的恩情，良铭记在心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一诺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杀人取物的真正用意。可现在线索已断，我们该如何寻找君相？破案若进展不畅，就不能只看案件本身，而要看人。看人？在政客眼中，世上只有2种人：垫脚石和绊脚石。所有可能强过自己的人，都是潜在的危险。那么，张开第10眼，也是因为他已将韩非看成了潜在的威胁。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，也就只能被当作绊脚石扫除了。
公子韩非求见。你说会给我一个证明，但却好像输得很惨。我这次不但赢了，而且是双倍。是不是想告诉我们，你之所以答应草草结案，就是为了张良？此女姑娘果然冰雪聪明。你少拍马屁。父王勒令张开帝破案的期限已到，如果此案不了，姬无业就会趁机大做文章，子房必定受到牵连，此是其一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所谓的结案是你故意做给人看的？只有粉饰太平，才能让幕后放松警惕，这时候正是发动反击的最佳时机。而张开帝的食言虽然让我暂时无法成为司寇，却因此得到了另一件更珍贵10倍的东西。珍贵10倍？子房因此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，所以我赢了双倍。公子如此笃定，似乎一切已尽在掌握。难道你已经有了被劫军饷的线索？这个我还得多谢子女姑娘。我做了什么？那晚在天牢，2位王叔被人灭口，那个杀手没有想到他螳螂捕蝉，却有子女姑娘黄雀在后。呸，你才黄雀呢。是，我用词不当，子女姑娘恕罪。你这个人看起来笨笨的，其实还挺精。那你猜我有没有碰巧抓到那个凶手啊？我看难。不过能在子女姑娘的追踪之下逃脱，新郑城中有如此轻功的人，我想来想去只有2个人，一个叫墨鸦，一个叫白凤，他们都为一个人效力。姬无业。姬无业老奸巨猾，单凭猜测你就想抓到他的破绽，找出军饷？当然不行。所以我要请魏庄兄一起去看场好戏。这100枚金币，你们尽情抢，谁抢的最多，我另有重赏。将军，公子韩非求见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韩非，他来干什么？大将军。这么晚了，是哪阵风把公子吹我这儿来了？深夜前来讨扰将军，只为军饷一案。军饷一案，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？未找到军饷，总是遗憾。军饷为郑国鬼兵所借，鬼神之事，不是人力所能挽回。公子不必过于自责。昨夜那些鬼兵托梦于我，说是很满意大将军的祭祀。哦，他们还说要把那10万两黄金还回来。若是如此，那自然再好不过。都愣着干嘛？继续抢啊！
以为金币会跳进你们手里吗？这抢也要凭本事，凭手段，有实力才有资格得到。闹哄哄的乱抢，输了也没个惩罚，无趣的很啊！若是我，就换个法子来玩，会比现在有趣100倍。好，公子不妨说来听听。同样是分100枚金币，我不用抢的，让玩游戏的人抽签，按先后顺序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法。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提一个方案，那听谁的好啊？很简单，提出一个方案后，让所有的游戏参与者对这个方案进行评判。如果方案不能获得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认同，提方案的人就会被处死。什么？果然有趣。那如果这第一个人的方案没被认可，死了，又该如何？规则不变，按顺序继续下一轮。太简单了，最后一人只要否定前面所有人的方案就行了。反正前面的人都死了，钱就都是他的了。道理确实简单，但是结果真是如此吗？3位美人儿，请抽签。竹签上写着甲乙丙，代表着各位的先后顺序。快抽签，否则现在就拉出去处死。倒霉死了，我是第一个，怎么办呢？多分点给你们总可以了吧？如果没有你，我们2个分，肯定比3个人分的更多。说得对，将军，奴家还不想死了。好你个韩非，提的什么馊主意？害死了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其实玩这个游戏，最关键的并不是抽签的顺序，而是你分配的方法。你还说风凉话，我才不信！原本第一个人为了活命，一定愿意放弃所有的金币给后2人，而第2个人同样因为决定权完全在第3个人，也只能放弃所有的金币给后者。因此，一般看来，第1人0枚金币，第2人0枚金币，第3人100枚金币，是唯一的结果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要多分点给他们，他们尚且不同意。这样的分法，你不是存心想害死我？你是第2个提出方案的人，对吗？对啊，那又怎么样？那么美人儿，何不设想一下，如果他死了，只剩下你们2个人玩这个游戏，在只剩下你们2个的情况下，只要他不同意你的方案，那你就是死路一条。那我把所有的金币都给他。天真。就算你愿意把所有的金币都给他，他同样可以不同意你的方案，而且他也不用担心你的报复。比起那样，现在的这个方案，不仅你性命无虞，还能拿到1枚金币。你没有理由不接受啊。我同意，同意。3个人当中已经有2个同意了，你是不是反对已经不重要。美人儿，
现在这99枚金币是你的了，你的性命也保住了。哇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天下还能有这样的好事？公子真是奴家的福星。哼，公子精于玩乐，果真名不虚传。不过公子应该不仅仅是给我看一个游戏这么简单吧？这世上的事情，有的时候看似有利，实则无利；看似劣势，却是优势。说得好，你的游戏确实巧妙，但是你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。哦，什么重要的事？弱肉强食，只有力量才是绝对的准则。你还想要这些金币吗？不要了。哼，强者可以随时改变规则，而弱者根本没有资格来制定规则。公子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将军高见，非正好还有个问题想请将军指教。讲。韩国律法刑不上大夫，劫持军饷的又是鬼兵，纵使2位王叔有罪，也不会被判死刑。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他们为何会自杀？那有何奇怪？就算大王不要他们的命，那鬼兵也不会放过他们。认罪书不是说了，鬼兵讨债了。但是几日前，我曾发现2位王叔的饭菜被人暗中下毒，这应该是有人暗杀吧？竟有此事！只是现在龙泉君、安平君已死，死无对证，可如何是好？将军，我有个朋友，精通各种奇石药物。他最近研制出一种神奇的粉末，也许能够帮到我们。哦，前2天在2位王叔的房间里做了个实验。这种药粉的奇特效果，必须在黑暗中才能看见。请将军命人熄灯。将军，请看，这就是证据。只要杀人灭口者进过2位王叔的房间，这种粉末就必定会沾到他身上，他已经无处可藏。其实，通过这个药粉的指引，我已经知道军饷的藏匿地点。现在就只差去把它找回来了。公子，你真是立下奇功一件呢！今晚与公子的一席对话，真是令本将军获益良多。公子不如多留几日，我们把酒长谈，岂不快哉？我们已经在这里叨扰多时，岂能再劳烦将军？公子如此推辞，就算我肯答应，我这把战刀也不能答应。
我早看出你身边这位朋友深不可测，季阳想试试身手，果真了得。将军，张良先生派人来传话，说相国大人已备下酒宴，等着公子韩非回府饮宴。将军留步，告辞。全身而退，两位辛苦了。费了一晚上的唇舌，口干舌燥。哎，我们找个地方喝酒去吧。山丘上备下了酒席。魏庄兄，你应该会和我们一起去吧？啊？喝酒我没兴趣。你知道，我一向不会只为喝酒而喝酒。刚才的戏码可还好看？还有一场，是我特意给魏庄兄准备的，那才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。哦，但愿别让我失望。但凭魏庄兄品评，请。此处视野开阔，城中景致一览无余，公子可还满意？知我者，子女姑娘也。果真是个看戏的好去处。公子又说玩笑话，半夜三更的，哪里来的人演戏？很快就有了，不信你可以问他们。登场了。将军府的亲卫旌旗出动了，看来公子登门拜访的诚意让姬无业动心了。我相信他不只是动心，而且很可能还会伤心。魏庄兄，这后面的好戏还得有劳你一起帮忙演完了。我知道他一向很酷，但是他需要用摔别人心爱的杯子来证明吗？看来今晚伤心的人不只有姬无业啊。禀将军，昨夜守军与一武功高强的黑衣人袭击，10万军饷全部……快说！全部被夺走。什么？一点儿都没留下？那个也不是。这世上的事情，有的时候看似有利，实则无利；看似劣势，却是优势。
韩非这小子居然敢算计我！韩王圣令到！什么？来人！模样，去把那个传令使带进来。是。你们稍后依我暗号行事，让他有来无回。记住，制卑为号。是。将军，传令时带到。韩王竟然派你来！传韩王圣令，姬无业听令。见圣令如见王上。将军还不下跪？见圣令不行礼，乃是对韩王的大不敬。将军。皇天庇佑，福泽大韩。姬无业献计有功，既有3大功劳。其一，安平君、龙泉君坚守军饷一案，力荐相国张开帝，识人善任。其二，献祭祀之计，安抚郑国鬼兵亡魂，平息多年夙愿。其三，深谋远虑，勇夺被劫军饷。姬无业功不可没，特赏黄金1000两，丝绸100匹，仆从50。恭喜将军！1000两黄金，10万军饷。不仅你性命无虞，还能拿到1枚金币，你没有理由不接受。大王将择吉日为将军设宴庆祝。臣谢过王上。韩非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个大礼，本将军定会加倍奉还。
恭喜韩兄如愿获得司寇之职。兄长临危出手，破一案死局，又从姬无业虎口夺食，解了祖父之困，应该是子房道谢才对。子房思辨如神，心细如发，现引蛇出洞之妙计在前，为防姬无业铤而走险，斡旋安抚于后，这才有了昨夜今晨的一场又一场好戏。如果没有鬼谷传人的惊天绝杀，即便知道了军饷藏匿之处，也只是鞭长莫及，可望而不可得。你已经得到了法行大权，得偿心愿，何必再闹这些虚情假理？这只是你们这些王室贵胄的权力游戏，我没有兴趣。魏庄兄留步，还有一事请教。你对姬无业此人如何评价？他能活到现在，还执掌大权，可见你父王的昏庸无能。我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姬无业不除，韩国必亡。想让我帮你杀了他？我既然执掌刑法，当然明白杀人是犯法的，一定也不会允许其他人这么做。这个忙其实是帮你自己。帮我自己？因为我想让你取代他。然后呢？效力于你的权力游戏？不管愿不愿意，我们都已经置身于这个名为天下的权力漩涡之中了。这已经无法改变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韩国。与现在的韩国有什么不同？第一，不再有姬无业这样的人；第二，不再有安平君、龙泉君这样的人。听起来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吸引力。你还记得那个在将军府玩的分金币的游戏吗？那又如何？新的韩国，不要做第三个看似占尽优势，其实注定死亡的人，也不要做第二个得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苟活之人。韩国要做第一个人。7国的天下，我要99。现在听起来似乎有点意思了。所以你答应了？首先，你得要能活下去。好，姬无业权力滔天，并非这么简单。在他背后还有一股遍布7国的强大势力。从昨晚离开将军府的那一刻，你已经上了他们的死亡名单。有形的生命的确非常脆弱，但是无形的力量就会坚不可破。无形的力量，天地之法，执行不殆。我给这股无形的力量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流沙。
每一把有故事的剑，都如一首歌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曲终人散，归于尘土。你们的相遇是一段奇缘，你们的相处又会吟唱出怎样的一曲长歌？这把剑，它的名字叫做逆鳞。要动姬无夜，必须要先拔掉他的牙齿和利爪。夜幕的四凶将，姬无夜撕咬整个韩国最锋利的爪牙。皑皑血衣侯，石上翡翠虎，碧海潮女妖，月下蓑衣客。听起来还颇有诗意啊。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算是一首诗，那必定是一首血腥无比的诗。紫兰轩已经注意他们很久了。葡萄美酒，美人在怀。紫兰轩的确是一个耳听八方的温柔乡。哼，四凶将有什么分工？这四人在朝在野，都有相当的势力，分别从军、政、财、谍掌握了很多人的命运。血衣侯掌管10万兵力，翡翠虎富甲一方，军权加财力，的确已经够姬无夜嚣张跋扈了。你虽然求学在外，消息也不错啊。既然求学，就少不得做功课。那潮女妖和蓑衣客又有什么实力？一个在深宫内廷，就隐藏在你父王的枕边，但是后宫佳丽众多，还在探查他的身份。他的话，很多时候比重臣都有效。枕边香风原本就销魂蚀骨，那么这个蓑衣客？这个人是姬无夜的情报网头目，负责监视朝野上下。一有风吹草动，姬无夜会先知先觉。但此人最神秘莫测，隐匿极深。不得不说，鬼兵劫饷案能够破解，多少是有些运气。你知道就好。那你们岂非从一开始就等着看我笑话？是整个朝廷都在看你的笑话。幸好我运气不错，因为有贵人相助。运气不能当饭吃。对我而言，喝酒比吃饭重要。四凶将很对我胃口，是最佳的下酒菜。你能不能看着子女姑娘？她更值得看。你知不知道夜幕到底吞噬了多少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？如果不是这样的对手，难道流沙是为了过家家？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很清楚。哼。哼。
你先动了，哎，你输了啊，要罚酒。你好无聊啊！你打算怎么做？要在黑夜里看清楚，先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。一双眼睛？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？也许有一个。刚才交代的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将军。好，如果你完成的干净利落，我有重赏。谢将军。我把它赏给你。将军，你不要奴家了。如何？这个够不够美？属下不要。难道你嫌她不够美？这是将军的女人，无论美不美，无论活的还是死的，都只属于将军。为我做事，这是必须要记住的一点。你不算太笨。属下明白。去吧。出动了。太阳落下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时刻。又会有一个人失去生命。在我们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地方，每时每刻都有人死亡，也有生命诞生。那就好好活着，反正生和死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不知道这一次是什么人，不管他是谁，一定是做了一件最不应该的事情。最不应该的事情，挡了将军的路。哼哼，别想太多了，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而已。
果然好曲。公子听得好投入啊！以往听说赵国旷修的琴曲听后令人恍若隔世，我还不信。今天听弄玉姑娘一曲，才知道确实有人能弹奏如此动人心魄的曲子。公子过奖了。旷修大师乃是琴中圣手，弄玉望尘莫及。公子也是琴中圣手，说到动人心魄，莫非是真的动心了？姐姐，我本多情，不过面对这样美玉无瑕之曲，韩非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。那就对了，弄玉可是我的掌心明珠啊！如果没有猜错，这首曲子可是叫做《沧海珠泪》。正是此曲。沧海珠泪，乐曲凄婉伤感，又充满温暖，似乎蕴含了诸多往事。公子明鉴，弄玉自幼学琴，弹奏之际，难免心有所往。这颗火羽玛瑙颇为稀有，不知与弄玉姑娘是何等机缘？这是父亲的遗物。莫非令尊曾游历百越之地？什么都瞒不过公子的眼睛，公子又开始推演了，还让人有点藏身之所吗？是我俗了，自罚一杯。快点给我把人弄过来，快！不然要你们好看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左司马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是刘大人喝醉了，要点弄玉过去，姐妹们怎么劝都没用。我马上过去。嗯。姐姐，没事，你别过去，我来处理。公子，哎，无妨。子女姑娘整天要面对像我这样的俗客，自是辛苦。你知道就好，还说风凉话。我可不敢凑热闹。我很意外，你这次接受了他的邀请。也许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。他看起来的确有雄心，但这世上从不缺少有雄心的失败者。这个男人到底是哪里吸引了你？上次我离开紫兰轩的时候，你看了我一眼。那个眼神告诉我，你的世界也许并不是那么遥远。解读我的世界非常危险，你最好小心。你的世界确实很神秘，虽然一般人都看不到这个隐形而庞大的世界，但实际上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只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。紫兰轩就是这个隐形世界的眼睛和耳朵。你知道的事情好像确实不少。我还知道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我之所以能看到那个眼神，
是因为你想让我看到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悲伤，一种很深的悲伤。就像一条被困在浅滩上的龙，那种濒临死亡的悲伤。你是说，一个学业最出色的学生，整天碌碌无为，只能远远地看着，任由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堕落，一天天在酒色中把生命消耗完的那种悲伤？哼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师兄葛聂在秦国获得了嬴政的赏识，受邀成为他身边的第一剑客。对，就是这个眼神。所以，我们是一样的。你错了，我们不一样。好，有的人在浅滩上只能是等死，而有的人却是在等待水落石出。水落石出。水太深的地方会掩藏太多的真相，只有等潮水退去，才能看清楚那些不为人知的杂草和暗礁。也许正因为这世上有雄心的失败者太多，我想看看他到底属于哪一种。处理好了。这位刘大人实在是难伺候的主儿。左司马刘毅，姬无业一手栽培上来的，自然难伺候些。这个人一向好色凶残，今天喝得烂醉，不知怎么又盯上弄玉了。不知盯上的是弹琴的人，还是听琴的人？韩非被人盯上了。有消息，夜幕那里有动静。姬无业要对韩非下手。既然做不了垫脚石，那么就是绊脚石了。
你是在等我？一个警告。什么警告？这条路不通。好，那我往回走。那条路也不通。还让我走吗？你觉得呢？这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警告。这个警告不是给你的，那是给谁？给其他和你有同样想法的人。哎，你们是要劫财，还是要劫你的命？告诉你们，我可是掌管司法刑狱的人哦。活人才可以执法，死人不可以。你们这么做是违法行为，是重罪啊！救命啊！杀人啊！幸好你及时赶来。有人要杀你？这些人怎么死的？被一个很奇怪的人杀死了。什么样的人？我要是能说出什么样，就不叫很奇怪了。他人呢？他突然出现的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看到他出手了吗？此人出手极快，这4个人中甚至还有一个来不及拔出剑就被杀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从他们的伤口来看，是被一把很奇特的剑杀死的。你有没有看到那把剑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虽然这些杀手不像是叶幕的人，但是你肯定在叶幕的死亡名单上。哦，谢谢提醒啊。哎，我都已经上了黑名单，你不打算送回家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
看来以后要少走夜路了。弄玉，你去我房间休息一下吧，别太伤心了。何时发生的？应该就是昨天深夜。你离开后，伪装察觉你有危险，出去接应你，也正好不在。剑刃封喉，是行家手法，不是普通盗匪。没有惊动到其他人，凶手目标非常明确。琴，弄玉的琴。这是弄玉的房间，难道弄玉离开时身上有子女房间的盆栽香气？因为昨天的争吵，应该是子女让弄玉去了他房间休息。看来粉刷过没多久。没理由最坚实的地方却出了问题。这个裂缝原来有吗？原来没有。你检查过屋顶了？屋顶上碎了2块瓦片。如果凶手是行家，按理说不该出现这种情况。应该是发生过短暂的交手，发生得很快，凶手迅速脱离。交手？难道盯着这个房间的还不止凶手一个人？昨天左司马醉酒之后，为点弄玉弹琴，大肆喧闹。快点给我把人弄过来！当晚就发生了这样的凶案。韩兄，左司马刘毅在自己府邸被杀了。所以，我这个司寇该去调查一下。奇怪的是，这次举荐韩兄负责此案调查的人是姬无业。哦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左司马刘毅原本是姬无业的人，按理说他应该避免外部势力介入。举荐韩兄显然不怀好意。每一道奇怪的谜题，往往意味着有趣的答案。
左司马刘毅是否曾经带兵征战过百越之地？不错，当时以右司马李开为主将，刘毅担任副将，立了不少功勋，也因此获得了晋升。百越之地，左司马刘毅。公子，我现在当官了，要叫我司寇大人。是司寇大人。看守现场，各位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司寇大人。两位大人请稍坐，我去请夫人过来。唉，夫人受了惊吓，1个时辰前才刚去休息。这就是左司马刘毅。刚才我已经初步盘问了最早发现的几个仆人，说昨夜夫人先是在这个房间，左司马回来的很晚，回来后也来到这里，房门一直紧闭着。仆人还听到了2人的争吵声，直到今天早上，仆人进来打扫房间，发现左司马的尸体。又是奸人封侯，一大早已经看了2具同样伤口的尸体了，与紫兰轩、红鱼死法相同，很接近。难道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杀人方法吗？哎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血迹的扩散有点太少了，如果是割喉而死，血会更多。而且除了尸体下方，旁边也没有溅开的痕迹。这个书架也有点古怪。的确，莫非是一道暗门？作为军政重臣，家里设置暗门也很合理。要如何打开呢？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子房，你来开。我？我对你有信心。韩兄，你太为难我了。果然轻松了很多，心情顿时变好了。我现在发现当司寇不好玩的部分。是吗？原本在清晨的阳光下应该享受庭院花草的清香，现在闻到的却是血腥气味。韩兄求人得人，有何怨之？子房出口论语，看来你比我更应该去桑海念书。如何？子房是否对我的办法十分佩服？韩兄果然高明，明明是我开的暗门，却不得不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请韩兄大驾。果然。这才是凶杀发生的实际地点。死者是在一个隐藏的密室中被杀，死后尸体被移到了外面。既然称为密室，那么就不是一般外人能够轻易发现的地方。所以凶手应该对左司马有所了解，甚至可能非常熟悉。也许。
这是一节被扯断的丝线。这箱子不是本地之物，看式样，像是出自百越之地。两位大人，夫人请到了。夫君，夫人，遭受家门之变，还要受韩非叨扰，恕罪。有劳公子了。我知道夫人心力交瘁，身体虚弱，所以我尽量长话短说，可以吗？公子请问，请问左司马大人是你杀的吗？我知道夫人心力交瘁，身体虚弱，所以我尽量长话短说，可以吗？公子请问，请问左司马大人是你杀的吗？我？公子，你说什么？请夫人回答我的问题。当然不是。我只是随口一问。公子怎能如此无礼？夫人恕罪。毕竟你可是昨夜最后一个见到左司马的人，不是吗？是，但是最后一个见到的应该是杀害夫君的凶手。如此说来也对。听说你们还发生了争吵。昨夜夫君喝酒一直未归，我在府中等待，到接近子夜时分，夫君终于回来。可能是因为醉酒的关系，夫君情绪烦躁不安，还训斥了我几句。我一时负气，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谁会想到夫君他……那左司马训斥夫人的内容，可方便告知？都是一些往事。什么样的往事？夫君是军人出身，一向不甚文雅，我又心烦意乱，记不清了。夫人可知道，在这间房内有一个密室？知道。正好有一件东西，可请夫人解惑。哎呀，刚才不小心把暗门关上了。夫人可否帮忙打开？我虽然知道此密室存在，但从未进入过，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夫君毕竟是军政重臣，这些事情我从不过问。那夫人可知道，左司马在密室珍藏了一个奇特的箱子？曾经看到过，是夫君从百越带回来的。式样很特别，它似乎一直很珍视，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。夫人佩戴的这枚火羽玛瑙，也是左司马大人从百越带回？不是。那是一位故人所赠。方便告知是哪位故人吗？这位故人早已离世多年，不提也罢。夫人的这枚玉佩似乎有点奇特。奇特？那玉佩悬挂位置比一般要高，似乎丝绦短了一截。不知公子何意？
为什么会短了一截呢？是不是因为这个？这是……那玉佩位置之所以短了一截，是因为曾经被扯断过，而且就是被左司马扯断。夫人说不知道密室所在，那么被扯断的玉佩丝绦为何会在密室内出现？是你杀的吗？我问完了，请送夫人回房休息。韩兄怀疑夫人。他的确有重大嫌疑，但他确实不知道密室的具体方位。韩兄刚才故意在反方向搜索密室，我仔细观察，但是夫人丝毫没有异样。如果他预先知道密室方位，即便眼识高明，眼神细微之处都会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些痕迹。还有吗？他的左右手也保养得很好，以凶手杀人果断老练的手法，应该在手上会留下印记。不错，还有呢？但是在他的左手拇指、食指和无名指上，却有磨损。这又如何？他知书达理，经常用笔写字，而且是左撇子。这又如何？韩兄见笑，我这是班门弄斧了。快说。从当时尸体状况来看，凶手是从正面出手，而尸体上留下的伤口从左切入，左深右浅，向右延伸，说明凶手是用剑之人，而且是右撇子。哦，这说明什么？虽然夫人有诸多隐瞒和疑点，但是她并不完全符合凶手特征。子房，你真是宝啊！如果你是个女人，我一定要把你娶回家。幸好我是男人。司寇大人，箱子运到了。
韩兄，这才小半个时辰不到呢。果然，有劳魏庄兄了。其实，从这个箱子的重量和手感来判断，里面应该是空的。所以我才更好奇，一个空箱子为什么会被保管在密室中？虽然是空的，但里面还是有东西。有人想要传达一个信号，但是这个符号本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子方，你是火典故，你看呢？这是一个百越的符号，意味着生死承诺。在密室中珍藏的箱子里，锁着一个来自百越的生死承诺，而这个密室的主人却变成了一个死人，似乎开始变得合理起来。合理并不代表事实，没有根据的猜测，有可能反而会被误导。哼，你又成功的打击到我了。既然有人死亡，就说明那个曾经的生死承诺被打破了。这个承诺，想必和这个箱子里原来放的东西有关。箱子的出处、奇特的符号，都离不开百越。我还能大胆假设吗？坐在家里想的再精彩，也没有实际价值。那就是不能了，好吧？我知道一个人，也许可以提供线索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一定认为这是一个陷阱。难道我碰巧选了一个有趣的时间和地点？上个月，就在这座桥，毒蝎门的人袭击了一部马车，我死了3个手下。那天本来坐在车上的人应该是我不得不小心。我如果要杀你，不用这么复杂。但是的确有人想要你死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如果没有人想要我死，反而说明我很失败。你的7绝堂不算失败，也谈不上成功。不过从上个月的情况来看，毒蝎门准备过桥了。毒蝎子看来是找到大靠山了。将军府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。你呢？怎么不抢先一步？虽然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做，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选择不做。有原则固然是好事，但是也可能让你死得更快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想要你死的人，如果一不小心先死了。这种好事，不知道哪天会碰巧发生呢。
如果你碰巧能告诉我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百越的。我知道你在那里当过兵，还立了功勋。功勋嘛，我不太为此感到骄傲。功勋本是用枯骨垒起的。关于这个，你能告诉我些什么？这是百越的符号，死之血誓。说些我不知道的。好端端的又下雨，真是的。今天是赵国最有名的排忧，演的是巫山之会，下点雨，岂非别有风韵？那人家的新裙子都被淋湿了。啊？这跟你原来的裙子不是一样吗？这是新款的，还有一个花边，正好搭配我的新发簪。哎呀，哥哥，你不懂的啦。啊，小梁子，你也笑话我？红莲公主，我没有啊。你刚才明明笑了。哎，红莲，没大没小的，你要叫子房哥哥，小梁子也是你叫的？我偏叫小梁子，小梁子。韩兄救我！他自身难保呢，上次把我送的项链都弄丢了，以为请我看场戏就没事了。唉，你自求多福吧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公主请看。咦，找到了！知道是公主的心爱礼物，韩兄早就吩咐我去赎回项链。赎回？为什么要赎回？找回，找回，对不对啊，子房？啊，是，找回项链。你们两个有问题。就是因为找回了妹妹送我的项链，所以特意请妹妹来看戏，庆祝庆祝。那还差不多。胡美人啊，这个狐狸精！这些就是我能告诉你的。我老了，只想过一座桥。我碰巧还得到消息，毒蝎子昨天抓了个人。什么人？据说是一个从百越来的人。
我对左司马夫人了解不多，只知道她平日深居简出，与其他贵妇往来甚少。她总有1、2个朋友吧？她有一个身份显贵的妹妹，可是你父王身边的大红人呢？胡美人。她们姐妹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喜欢看戏。那子女姑娘要不要赏光一起去走走啊？那里是贵胄王侯的出入场所，我身份卑微，可不敢沾这份光。老是拒绝我，真让人伤心。你身边美女如云，就算要伤公子心，也轮不到我。胡美人，好巧啊！得见九公子是本宫的荣幸。现在都城都在传你智破奇案的俊逸风采啊！红莲公主啊，越来越美了。公主这裙子可是漂亮。哼，算你有眼光。尤其这花边儿，跟公主的发簪特别相得益彰。我说你不懂吧？你看，老九，每盏灯光下都有照不亮的黑影。越繁华的城市越像一座丛林，潮湿阴暗的角落充满了危险的猛兽，随时准备撕碎无辜弱小的猎物，不时留下一道道血迹，像满脸皱纹看着城市衰老。雨丝中带着熟悉的血腥，这才是属于夜晚的气味。有些人天生就属于深夜，今晚会有人死去，一如既往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让你站住，听到没有？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到毒蝎们的地盘来撒野！弟兄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！上！
四哥，你好。哈，红莲也来了。四哥哥好。红莲啊，叫声哥也听着像死哥哥，你就喜欢老九，嫌我老了是吧？我哪有？四公子好。张家果然人才辈出，听说近日就是你帮我九弟立了大功。四公子谬赞了，这次是九公子解救张家于水火之中。老九，你厉害啊！一回来就招揽了这1等人才，下手太快了啊！哎，四哥，你府内那么多门客，有的是英雄豪杰，子房你就留给我吧。你们兄弟2个人一见面就这么热闹，把本宫都晾在一边了。哪敢呀！我这不是迟到了，怕胡美人回宫跟父王告状，我可就罪过大了啊！你也知道，有你这么护驾的吗？是得参你一本。哇，给胡美人护驾！哎，四哥，你怎么得了这样的美差啊？九公子觉得是美差，你四哥可是当做苦差呢。胡美人得了父王特别恩准，出宫看戏，那总得有人鞍前马后的守着，尤其前段时间鬼兵闹得凶。既然今天巧遇，小弟还想借胡美人请教一事，四哥可能恩准？哈，那真是挺巧的。老九，你现在当了司寇，可别净说些凶险之事，扫了美人的兴致啊！九公子，咱们说话，本宫做主，不用问你四哥。做得漂亮。姬无业这个莽夫，是得有人压一压他的嚣张了。胡美人身在宫中，消息可真灵通啊！嘘，这话只在你我之间的小秘密哦。那胡美人想必也听说了令姐府中发生突变。听说了。姐姐她真是命苦啊！以目前左司马之案的情形，对令姐十分不利。你是说，不知夫人与左司马大人之间可还融洽？他们夫妻之间一直很好，即便偶有争执，我在深宫如何得知呢？女人之间总会分享秘密。九公子对女人的了解，可是名声在外呀。嘿，那是江湖谬传。现在从各种迹象分析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应该是另有真凶。那是自然，姐姐平时温柔贤淑，怎可背负这等无妄之疑呢？所以需要胡美人指教。这些日子，夫人可有遇到什么波折？细细想来，倒的确有。愿闻其详。我和姐姐都喜欢看戏，我又承蒙大王恩宠，所以经常来此小聚。1月前，我们一起看戏，正饮茶聊天，姐姐看到一人，后来就变得非常不安。什么样的人？姐姐手中的茶樽忽然落下摔碎，呆呆地看着一个方向。我顺着姐姐的视线望去，看到一个下等仆役也在看着我们这个方向。可还记得那个下等仆役的模样？当时光影恍惚，
但只是片刻，那怪人就消失不见了。夫人有何反应？姐姐此后显得心神不宁，我还看到她偷偷垂泪。事后可有盘查过那个怪人？我跟你四哥说了此事，他派人去查，但是都说没有这个人。谁知道后来姐姐府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老九，你看看，让你别扫兴。这哄美人开心的事情，就有劳四哥了啊。你别说我了，那儿还有个小美人等着你哄呢。谁说要来庆祝庆祝的？韩兄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小梁子，你别跑！子房，你受苦了。我认识你，你不该跨过那座桥，连七绝堂那个糟老头也不敢跨过那座桥。我已经来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找一个人。你要找我？一个你们也在找的人。这些天他忽然失踪了，才应该在你这里。我这里有很多人等着招领，你要不要找找看？这些我都要了。你胃口不小，不过你好像忘了问价钱。人我带走，你的命可以留下。这个价钱没得谈。已经很公道了。公不公道要凭本事，还等着干什么？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给我杀了！弄玉，你这2天心神不宁，我点了疏影淡香，可以帮你放松一些。谢谢姐姐，你也很劳神费心，别光顾照顾我了，姐姐也好好休息。是啊，听说已经初步查明案情，以公子的能力，相信这个案子难不倒他，应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那你早点休息。
张大人，深夜闻召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哦，公子请。公子所查左司马遇害一案，可有收获？虽有扑朔迷雾，案情却也逐渐明朗。公子做官没几天，怎么也开始说这不着边际的官腔了？此房可是成了我的得力帮手，案情进展，大人应该了如指掌。今晚的谈话，看来是要说一些他不知道的话题。有些事情，他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原本以为是寻常凶案，听大人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或许不那么简单。左司马刘毅乃朝廷重臣，所涉凶案必定不简单。刘毅是姬无业一手扶持上位，我还以为大人乐见其成。左司马是军政大员，隶属军部，此案姬无业可以亲自勘察，亦可提交御史监，而交给公子，似乎是对他最不利的选择。看来是个烫手山芋啊！他要找一个喜欢出风头的愣头青来接，显然就是我喽。哦，哪里烫手呢？虽然左司马夫人与宫内宠妃胡美人是亲姐妹，但鬼兵劫饷案涉及龙泉君和安平君2位王叔，姬无业也不曾忌惮。看来最烫手的可是百越之地这4个字。这4个字是一个禁区。谁的禁区？很多位高权重的人，其中有一位是整个韩国最至上权位的人。大人是指我的父王？公子，既然是禁区，老夫也只能言尽到此了。大人是希望我远离这个禁区？我是建议公子尽快结案。那红鱼怎么办？红鱼是谁？也是这次案件当中的受害者，紫兰轩的一个女孩，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。一个青楼女子？她的确微不足道，就像都城街道夜晚的一颗露珠，清晨来临就会消失无痕。
四公子。子房，最近都城不太平，你行走夜路应该多带点侍从才好。谢四公子提醒。你们张家5代为相，辅佐历代先王，是国家栋梁，而你与我家老九投缘，也是难得。九公子一师一兄，良获益匪浅。哈，我们这个老九虽然才华横溢，但一向喜欢玩乐。好不容易这次有事情这么上心，让人欣慰。不过他常年在外读书，朝内有些事情未必了解，子房，你要多多助言。良一定知无不尽。认识这支队伍吗？血衣堡的军队。皑血衣侯，昨天回京述职，你觉得如何？血衣侯世代功勋显赫，常年驻扎在外，回京述职也是常例。虽有巧合，良不敢妄言。哈，子房聪慧过人。不敢妄言，是懂得分寸。还望四公子垂教。老九在调查的案子，我不该多话。其中凶险典故，你们须得仔细。走吧。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给我杀了！剑法虽然很高，但是中了我的毒，你还能坚持多久？我会留一个特殊的笼子，给你这个最特别的猎物，然后慢慢的折磨你。酒水不够了，我们再去拿点儿吧。好。
果然还不死心。饶命！饶命！讨论价格的时间已经过了。任你通通带走，我都给！别杀我！我要找的人在哪里？在地牢里。3天前，袭击公子韩非的杀手是你的人吗？不是。是从都城外来的杀手，毒血门只是打下手。谁给你们下的命令？夜幕的乌鹫大人。乌鹫？夜幕由4兄将和白鸟组成，4兄将每一个都独霸一方。白鸟直接受将军府指挥，训练了很多杀手，他们没有名字，只有代号，以各种鸟类命名。你们抓的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抓他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看来你只是一个小喽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应该消失的人。你来自百越？是一些传闻，关于一笔宝藏。宝藏？火雨山庄的宝藏。那个地方有一个石矿，盛产一种玉石，颜色像火一样鲜艳，被称为火雨玛瑙。这个矿正好在山庄的封地里，据说山庄主人就是因为这个稀有的玉石变成了巨富，风光一时，被人称为火雨宫。那个山庄也被称作为火雨山庄。火雨宫人不错，经常照顾接济周边的乡民。不过，有钱又有名声在外，总是会招来是非呀。据说当时百越有3个最心狠手辣的巨盗，盯上了火雨山庄。短发3郎？不错，就是他们。一天夜里，他们潜入山庄，放了一大把火，并杀光了所有的人，把火雨宫的财宝全部掳走了。据说他们3个人之间用百越特有的死之血誓约定，一定要平分这笔财富。
豺狼之间的约定，有趣。的确，在这样的财富面前，任何约定都很脆弱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没过多久，他们3个被发现惨死在山中。然后呢？人死光了，财富也没有下落了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个？我猜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刘毅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左司马刘毅，不错。当年百越发生叛乱，韩国派军队支援当地，刘毅就在军中担任皮将。我当时也在当兵。他表现如何？表现勇猛了。部队一开始被叛军包围，损兵折将。他后来反败为胜，扭转了局面。不过看起来，事情并没有这么单纯。当年统兵的主帅，你一定会感兴趣。哦，是谁？雪衣堡的主人白翼飞。雪衣侯。当时他的白衣还没有被血染红。看来人并没有死光，财富也没有失踪。你感觉到冷吗？好冷，一下子变得好冷。那就到我的怀里来，我们拥抱在一起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可以照你说的做，我会很听话的。看出来了，这才是我的好女孩。来，不要怕。大人，你的身体……热血已经不再沸腾，青春年华就像冬天的溪水被寒霜凝结。但是，如果把耳朵贴近冰面，你猜会听到什么？大人，我不知道，好冷。在厚厚的冰冻下，春天还在流淌，就像你滚烫光滑、充满弹性的皮肤下。我能够听到充满生命的血液在奔流，在唱着一首欢快的歌曲，如此动听。大人，叫我雪衣侯大人，你还觉得冷吗？不冷。感到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
许我不该回来，只是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这是支撑着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。左司马刘毅是你的仇人？看来是血海深仇，所以是你杀了他。我有100个理由杀了他。我活着的每一天都希望能够亲手杀了他，但是此女姑娘，啊，酒是好酒，我说的是人。最近你送来的货色有点不够味道啊，老虎。不过将军放心，这次啊，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。你并不孤独，希望你不会介意这样的热情。那就是一石三鸟了。你知道我会来？是盼着你来呢。我一向不喜欢等人，你的出现证明了很多事情。一个失手的职业刺客，说起来还真是丢脸呢。你很困惑，怎么会斗不过区区一个女人，是不是？无咎先生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你会有女人就不是对手的可笑错觉呢？这是你的陷阱，验证你的愚蠢。不过，作为一个职业杀手，你的行为动机似乎非常奇怪。我相信，一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隐藏其中。你今晚的使命到此为止。不过值得安慰的是，你并不孤独，还有人陪着你，陪着你一起死。你检查过了吗？这是不是打造得很坚实的一座地牢？哼，你的朋友都非常聪明，而且消息灵通。估计发现你失踪，很快就会找到这里，所以光是把你关在地牢，恐怕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办法。还有更加热情的款待，那应该是时期非常易然，半月之地采矿时会用到。希望你不会介意这样的热情。也许真的会很热。
最近你送来的货色有点不够味道啊，老虎。将军，这可有点冤枉了。这可是我花大力气从塞外运来的极品呐！雪山下戈壁边种植的冰红葡萄酿制而成，1等1的冰火百年红。酒是好酒，我说的是人。这个的确啊，不过将军，你也明白我的苦衷啊。这娘娘可是把第1等的货色都先挑走了。丑女妖，这个女人也真是奇怪。将军，娘娘身份尊贵，可说不得哦。哼，她现在是高高在上，当初还不是花了很多力气把她捧上去的？那自然是，不过回报也很丰厚哦。不过将军放心，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。就1个？他挑剩下的？是特意保留的，上品的，正在路上。哼，深宫寂寞，他如果要找些男人，我还懂。挑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入宫，就不怕自己的地位不稳吗？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。你本应该替姬无夜卖命，但是你好像有自己的算盘。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原本是没有关系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你的行为如果被姬无夜知道的话，第1个不会放过你的人就是他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难道你会去通风报信？我自然有办法让他知道。他也许不相信，但是你觉得他会不怀疑吗？姬大将军如果怀疑自己的一个手下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找你谈谈心？你想怎么样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句话对于身为百鸟组织的乌桕先生似乎很不吉利啊。你也想分一杯羹？我只对真相感兴趣。那就是谈不拢了。你动了紫兰轩的人，唯一的结局就是以命偿命。为一个青楼妓女偿命，你会为这句话付出代价。你真的以为像我这样经历过无数次死亡的人，会毫无准备的来这里？紫女姑娘，
侯爷您来了。你不用每次都这么装神弄鬼吧？屋里的灯光太刺眼。你说他高明，高明在哪里？无论多美貌无双，也有失去新鲜感的时候。男人的心是锁不住的，只有懂得王上的心思，才能够保持地位稳固，满足一个本就不缺少女人的男人，需要更高明的手段。侯爷说的是啊。他现在是稳了，我这里可是多了不少麻烦。将军推荐韩非来查此案，我认为是一石二鸟的妙棋。是啊，我也是让这个不知轻重的小子到禁区里去找死，还正好帮我查当年那批宝藏的下落。那可是好大的一笔财富啊！不过现在出了点漏子，突然多出一个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人。李开？你确定？索一克的情报，他没有死，刘毅这个混蛋倒反而死了。这样也许反而更好，那就是一石三鸟了。看来这样的地牢要困住鬼谷传人，的确不太现实。你叫墨鸦？被你这样的人记住名字，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。我其实有句话想忠告你：夜幕降临，还不是最黑暗的时刻。因为梦魇还没有开始。梦魇，等它来临时，也许很多人会后悔今天从这个布满烈焰的地牢中出来。好，就凭这句忠告，我今天不杀你。哦，是吗？我需要有人活着回去，给姬无业传话。什么话？他以后最好每天睁着眼睛睡觉，一旦闭上眼睛，很有可能就再也不会睁开了。好，我一定传到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我说不杀你，但没有说不会受伤。
你醒了？你刚才撞在地板上，昏过去了。无咎呢？那个蒙面人趁乱逃走了。你就是来添乱的吗？我想到一个重要的线索，是来帮忙的。你把这个叫做帮忙？好像的确没帮什么。把我放下。我也想，但是我手动不了。这时候你还有空开玩笑？他的手的确动不了。哎，你要不要过来帮忙啊？弩箭穿透了肩膀和上臂，不过没事。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居然说没事？没伤到筋骨，你运气不错。我中了一箭，又挨了一巴掌，他管这叫运气不错。你活该。他昏过去了，好像不是装的。毒仙门那里挺棘手。毒仙门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你身上的伤？跟夜幕的人过了过招，你帮他包扎下巴。外面怎么样了？已经收拾住了。收拾干净了。8个在外面负责狙击的弓弩手，8具尸体，没有任何标识，不是夜幕的人，应该是受雇佣的。无咎呢？打伤了我2个手下，逃走了，不过他也受了伤。找到他。好。另外，我这里得到一条消息，翡翠湖有一辆马车正朝着都城来，是他为将军府准备的一份大礼。什么样的大礼？具体不太清楚。打探清楚，让我知道。想要杀你的人，碰巧先死了。毒仙门的运气不太好啊。你可以过桥了。是毒仙门方向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哎，这是坏消息，也是好消息。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在韩国，我们就是法。但是今天，有人想要在这里制定新的法。这是好消息。有人想要挑战这个秩序，也有人期待他的挑战。动用夜幕全部力量，杀了他！不，这样只会使他成为烈士，成为失败的英雄，引来更多的蠢蠢欲动。这个国家已经安逸太久了，所以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他们当初为什么需要我们。忘记了他们当初面对的混乱，是该给这帮贱民
一个醒了。我们赐予恐惧，他们会跪着祈求。锁已经开了。这座尘封多年的大门将再次开启。想不到在都城内还有这样一座隐秘的监狱。世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监狱，有些看得见，有些看不见。这里到底关着什么人？一个意味着灾难的人，也许更应该把它称为恶魔。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哼，敌人的敌人。啊！哎呀，子女姑娘，你下手好狠呐！昨夜的事，子女姑娘，你轻一点啊！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真的忘记了。我在毒仙门地牢发现了一个被关押的人，我猜他和百越有关。应该有关，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是，这个人似乎是凭空多出来的。哦，多出来的人。整个案子每个环节都已经对上号，但是这个人却不在其中。我之前查看百越卷宗，正在困惑，前前后后刚好少了一个人。哼，不知道毒仙门地牢里的这位客人，是否正好是百越拼图的最后一个碎片？人都带来了，你直接问他不就行了？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。破案前不都要这样说两句吗？子女姑娘，我发现你对我越来越凶了。哼，如果我没有认错，你是先任右司马李开。公子韩非，李司马这次回来，恐怕不是故地重游那么简单吧？正好，我有一事欲请教李司马。公子请说。李司马当年出战百越之时，是否结识了火羽山庄火羽宫的千金？当年百越内乱，生灵涂炭，火羽宫的一双女儿得我韩国庇佑，一位入宫伴随我父王左右，另一位与左司马刘毅结为夫妇。1个月前，胡夫人在戏院见到一个下等奴仆，从此之后心神恍惚，这个下等奴仆想必就是李司马吧。这火羽玛瑙，火羽玛瑙即天地之灵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难以雕琢。我此行特地命人去寻了一位隐士巧匠，可惜他只肯为我雕琢2枚。这是你特意为我做的？
个刘毅，居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样，私吞宝藏，枉费我对他一番栽培。将军莫急，这个还只是我个人的推测。不过，时隔多年，这件事再次浮出水面，可见刘毅虽然死了，寻到宝藏只是时间问题。人都死了，还怎么找？将军贵人多忘事，那个人才是宝藏的关键。当年刘毅违抗右司马李开之命，勾结断发三郎，骗他们带回宝藏。司马大人，您要的东西，小的已经带来。今天起，你们就是百鸟的一员。那个侥幸存活的盗贼隐姓埋名，伺机寻找刘毅所独吞的宝藏，而他就在将军身边。如同这棋局形势诡谲难测，棋局不破，明日亦可再解。再复杂的解手，也总归是见招拆招。老九恐怕得想清楚，他究竟是和谁在对弈。九公子面对的是一扇本应被永远封锁的大门，门后的事物凶险岂止万倍，早已不是你我之力能够左右。他是你的手足，你就不怕他落得跟右司马李开一样的下场？左司马援军呢？左司马他至今音信全无。刘毅，你为何要回来？你阵亡的消息传来后，刘毅掌握军权，一人独大，连当年火雨宫的女儿也下嫁于他。1个月前，你伪装成下等奴仆去见了胡夫人，不久后，左司马便死于自己府中。你不觉得太过巧合了吗？公子小心伤口。我没事。公子韩非，我劝你罢手，趁你还有退路。哼，退路或是前路，见仁见智。李司马，你若是一心要退路，恐怕也不会站在这里吧？或许你说的对，但我跟你毕竟不同。
你还有选择的余地，而我早就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权利。将军，地牢已破。好！见面礼，看来已经准备好了。到时，你们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向我求饶呢？压抑了10余年的仇恨，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。今天起，由恐惧来统治这座城市。夫人睡得可真安逸啊！你还去见他？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？还成天带着他送你的东西？我到左司马府的时候，那人已经撤退。他轻功上乘，我追不上他。
李大哥，保重。此人轻功了得，又能利用毒蝎门，想必是姬无业手下百鸟的一员。追根溯源，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：乌桕。既然乌桕已经杀了左司马，得到宝物，毒蝎门为何还要找你？你是说，他尚未寻到宝物？不好！你是谁？一个要取回自己东西的人。师父君欠了你什么吗？你装什么糊涂？那可是我们兄弟从你们火羽山庄得来的宝藏。一场大火，屠杀你是断发三郎。刘毅杀了我兄弟，私吞了宝藏，你会不清楚？他的事我从不过问。你身为火羽宫的后人，刘毅这么做还是为了你吧？快点说出东西在哪儿，否则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乌桕大人要知道宝藏的下落，可以问我，何苦欺负一个弱女子呢？又是你，真是阴魂不散。乌桕果然喜欢在王者之地徘徊。上次来司马府已经带走了一条命，还不够吗？刘毅虽死，债还没还完，东西我要拿走，他的命我也要拿走。你跟紫兰轩还有一笔债没结清呢。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小心遭报应哦。像我这样常年行走在黑暗里的人，早已不相信什么报应。命都快没了，东西在哪儿？真的那么重要吗？
事究竟与你们有何干？为什么？作为一个杀手，你的为什么太多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句话似乎在他身上显得更可悲。谢谢二位相救。夫人不用惊慌，会有人来善后。怎么会是这种地方？大人提出的要求很特殊，一般的货色很难达到。希望不会让我失望。我保证，这次一定很特别。就是这里了。哎，怎么都是水呀？弄得这么潮。这是有原因的。到底这是什么？耐心，大人，耐心。什么？百越移民在作乱？恕臣无能，或许是当年大军绞杀未尽，还有侥幸逃脱的。都城向来由你的军队负责守卫，现在出了这般祸乱，你作何解释？应对寻常祸乱，军队固然有用，但此番祸乱，他们用的是巫术，恐非寻常士兵所能抵挡。巫术？城中多处起火，大火千年播散，数十屠命，甚至遇水更旺。这样的巫术，只有百越巫师才会使用。且以祸乱规模来看，恐怕有懂得兵法之人从中组织。公子韩非追查左司马被杀一案，引出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——曾经的右司马李开。啊，那个违抗军令的叛徒，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此次都城所起的祸乱，恐怕就是李开为了复仇，伙同百越余孽叛逆制造的。务必想尽办法平定祸乱，还都城太平。作乱的无论是人还是鬼，都要彻底清除。是。血翼侯白翼飞在百越时曾是李开的上司，此时正可作为助力。那就命你和白翼飞在城中加强守卫，实行宵禁。臣领命。
若不是九公子他们出手相救，我恐怕就再也见不到妹妹了。没事了，王宫守卫森严，姐姐暂住这里，不会再有危险了。感谢九公子使我们姐妹重聚。不必客气，我只是做些善后之事。九公子这次仗义相助，定当铭记在心。韩非自小顽劣，常惹父王头疼。那下次大王头疼时，我就帮他捶捶背，消消气。难怪胡美人深得父王之心，韩非先谢过了。九公子，王上谕旨召公子觐见。看来公子又调皮了。父王惦记我了，请二位早些歇息吧。韩某告辞。我刚刚从宫里得到消息，韩非公子入宫后被软禁起来了，而且姬无业是奉了大王旨意行事的。看来正是百越往事触及了他们的痛处。九公子勤奋查案，确实敬于职守，令人钦佩。只是深究陈年旧事，在如今祸乱频发之际，这个老九，我说父王这么想我，原来是大将军的功劳啊！王上谕旨召公子觐见，只是却未吩咐具体时间，只能辛苦公子在此候命了。想必是都城不太平，将军特意为我加派了士兵保护，真是周到。箱子被人动过。这玉璧晶莹剔透，天然无瑕，想必价值不菲。我想，我大概知道韩兄的用意了。好，我就在这儿等候吧。此物乃之前在乾隆堂一宝，偶然为九公子所得，认出是四公子的心爱之物，良斗胆代为原璧归还。这玉璧确实是我心爱之物。老九现在被软禁宫中，却还记得归还玉璧。他想告诉我什么呢？以良的揣测，是关乎四公子的宏图志向。哦，我的宏图志向。九公子平日常言，诸位王兄中最有气度的就是四哥。四公子的能力威望，最为他所钦佩敬仰。啊，是吗？他说笑吧。最有气度的，应该是太子殿下才对呀。四公子所言极是。那你方才的话，
难道是无心之语？良不敢妄言。公子的想法是做臣下的，应该揣度的吗？哼，子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四公子恕罪，良只是替九公子归还您失落的心爱之物的。玉璧虽然是一件小事，却也能为四公子解忧。谦谦君子，温文如玉。九公子游学多年，通百家之学，明乱世之局。无论是尽忠君王，还是侍奉兄长，想必都是肱骨之才。我明白他的意思了。我有一个条件。四公子请吩咐。我可以帮他，但这次之后，子房，你过来帮我做事。这个确实很特别。嘿嘿，柔媚如水，热情似火。他看得到我们，他只能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。哦，大人放心，这是用千年水晶打造而成，看似单薄，实际比花岗岩还要牢不可破。那我要怎么享用？现在是热情了点儿，不过，嘿嘿嘿，马上它就会变得非常柔顺，绝对听话。怎么回事？有人入侵！这个牢房极其隐秘，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。现在怎么办？大人放心，这个闸门重达1000斤。不要开闸门！大人，不是我们开的。快上，拦住他！老东西，柔情如水你已经见识过了，现在感受一下热情似火。你还在等什么？
才叫欲火焚身，你说对不对，无双鬼？觉到他的召唤了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了。我有一个条件，子房，你过来帮我做事。良才疏学浅，何德何能让四公子挂怀？良禽择木而栖。看来老九只想做一笔无本生意，恕我不能奉陪，请回吧。左司马案勾陈百越往事，血衣侯夜入都城述职。姬无业前以鬼兵劫饷，引2位王叔身亡，现因新政祸事，软禁公子韩非。四公子博才广知，岂不闻唇亡齿寒之典故？子房，你记住，这笔人情是你个人欠我的。对你这样的酒鬼而言，酒是用来看的。姬无业知道我爱酒如命，特意给我送来美酒，你说是不是很贴心啊？别把命贴上就好。这个地方对任何人都是禁区，不过对魏庄兄来说，显然不是难题。这里曾经是一座冷宫，有过一些往事，不知道魏庄兄是否有所耳闻？我到这里不是来闲聊的。好几日不见，你肯定不放心我。不放心你的人，是那些被揭开秘密的人。大王是生我气了吗？从进门就愁眉不展。还不是那个老九，老是给我添乱。之前鬼兵案闹得都城人心惶惶，姬大将军张相国都束手无策。九公子侦破奇案，还给大王追回军饷，众口称道。九公子也是给王室添彩呀。臭小子是有点小聪明，但是做事太不知分寸，把小案子捅成马蜂窝。现在朝廷上下乱成一团，唉。当年百越所谓的叛乱，
是你父王一手培植起来的。继而又打着平叛的名义，联合楚国把血衣侯的部队派进百越，却屠杀了百越国王，还有整个王族，然后凭借显赫军功登上王座。而多年后要揭开这个秘密的，居然是他的儿子。哎呀，大王已经很烦恼了，我还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真是罪过。不怪美人，自家儿子不成器，害得我心烦。大王别忧心，如今姬大将军声势威严，又忠心耿耿，不也等于大王的一个心腹吗？公子们毕竟还年轻，自然是欠些火候。你一个女人家还是见识浅，重臣终归是重臣，权力之下，忠诚永远都是脆弱的。大王说的是啊，如果他们能够懂得大王的这份苦心，那臣妾就有福了。此话怎讲？大王若是宽心，那不就可以多来看看臣妾，臣妾也可以多侍奉大王啊。大王，来，喝一口莲心汤羹，消消心头火气。不错。这莲心啊，原本是有点苦味，但臣妾用小火慢炖了4个时辰，却也熬出了甘甜，沁脾醒神。莲心，美人，你好像话里有话呀。我一个小女人，就知道侍奉王家，老是说错话，又要被大王耻笑。这碗汤倒是给寡人提了个醒。李开当年就是抗命而被按上叛徒的罪名，但是现在都城内的祸乱，应该与他无关。如果他有这个能力，就不会被关入毒蝎门的地牢了。难道还有其他人？前些日子，都城郊外发生了一场越狱。越狱？但是根据七绝堂的情报，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有监狱。从一个不存在的监狱里发生了一场越狱，哼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想必被关在这样监狱里的犯人一定更有意思。你没发现吗？自从火与玛瑙案以来，突然多出了很多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人。哼，我都不知道你还有给凶杀案起这么有内涵名字的习惯。请继续。本来应该死去的李开，本来应该消失的断发三郎，本来应该淡忘的百越之地。所以你认为这次越狱也和百越有关？我只是说需要调查，想象力对真相没有帮助。唉，想象力对于一个没酒喝的酒鬼来说，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哥哥，红莲，咦，你刚才跟谁在说话？看
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酒。哼，居然让你待在这么一个破地方！哥哥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惹父王这么生气？哎，外面把守如此森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前面遇到一个人。公主，将军有令，外人不得入内。好大胆子！整个王宫都是我的家，你们竟敢说我是外人？公主殿下，非常时期，即便是王家……你给我闭嘴！赶快闪开！公主殿下硬闯的话，我们就要失礼了。哥哥刚刚是不是就是在和他说话？快把酒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哇，那个人可帅了！听小梁子说过，哥哥有个武功非常高强的朋友，就是他吧？哎呀，把酒给我！我已经忍了好多天了。哼，不告诉我，我就不给你喝。嘿，来呀来呀，来抢呀！给不给我？来人，护驾！王宫重地，谁敢犯禁？大王仁德！大王万岁！大王仁德！大王万岁！大王仁德！大王万岁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大王仁德！父王，此乃从楚国逃出的百越奴役，前来感谢父王收留之恩。百越人，近日在都城作乱的，想必就是这些人。侍卫听令，给我！姬将军，眼前这些人衣衫褴褛，骨瘦如柴，就算想作乱，也未必有能力吧？为保王上万全，宁可错杀1万，不可放过一个。可他们是父王收留的，如果无辜被斩，让父王被世人所诟病，谁来承担后果？胡闹！我什么时候收留过他们？父王恕罪，是九弟韩非代您收留的。又是韩非。父王息怒，九弟曾说，旧时百越权贵沦为楚国奴隶后，受尽剥削凌辱，处之暴行早已为诸国所不齿。父王若能此时收留安抚，可彰显我大韩仁德之心。因为这几个小小的奴隶与楚国不睦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此乃九弟之举的另一深意。这些旧贵与百越关系根深蒂固，我们施以援手，便可得百越民心。若日后韩楚两国发生龃龉，父王，您认为百越会帮谁呢？
百越不过区区弹丸之地，百越人也不过是些蛮夷，能起多大作用？罢了，别吵了。张相国，你有何看法？近日都城祸乱也是百越乱党所为。大王如果收留了他们的同乡，想必百越乱党会记得大王的恩德，平息祸乱指日可待。相国所言有理，那就留下他们吧。请相国代寡人拟旨，将今日之事昭告天下，让那些为祸作乱的百越余孽都知道，寡人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国人的。儿臣代这些百越人，感谢父王收留，也代九弟感谢父王宽宏大量，既往不咎。寡人什么时候说过原谅他了？他不思悔改，先斩后奏，寡人还没拿他试问呢。罪臣韩非，拜见父王。你知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给寡人招惹了多大的祸患？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事先绝不能让父王知道。你在戏弄寡人不成？父王息怒，且听儿臣解释。百越难民只知您而不知韩非，人心所向，归顺于您，此其一也。其二，如果楚国借机生事，父王尽管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毫不会有损于您。所以我必须先斩后奏，不能让您知情。强词夺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油嘴滑舌？信不信我让你一辈子走不出冷宫？父王若真因此事怪罪儿臣，恐怕也不会召见儿臣了。父王明察秋毫，儿臣能想到的，父王一定也早已经想到了，只是假借我手完成而已。但为了惩戒我的顽劣，才多关我几天，实在是为儿臣着想。儿臣谢父王恩典。哼。你倒是颇会揣摩上意，那你也应该能想到，我打算命你来亲手处置此案牵涉的反贼。父王的意思，难道是诱司马李开？本来就是个死人了，你就再去送他一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父王没那么轻易放过你。看来四哥已经知道了。事情因你而起，自然要由你结束。我又何尝不知？四哥，你将收容百越难民的功劳让给了我，帮我得脱困境，韩非感激不尽。只是我破解司马凶案，缉拿叛将李开，为父王分忧，你非但无过，还有大功。九弟这么聪明的人，难道看不透这一层？我身为司寇，重的就是一个法字。若为我一己之力，却置真相于罔顾，实在……真相是从泥沼中打捞出来的，你若不愿弄脏自己的鞋子，又何必赶这趟浑水？水固然浑，却比想象的深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
你需要先在朝堂立足，否则真相只能是一种奢侈。四哥教训的是，你既然曾在桑海求学，自然也知道儒家经典所说：“两害相权取其轻。”那以四哥之意呢？老九，你别问我啊。这种权力游戏中，对于一个下注者来说，如何选择才是胜负的关键。这是你要做的决定。他既然能躲过这么多人的耳目，在多年后死而复生，自然有他的本事。和普通罪犯不一样，如果他不想自己现身，可是很难找到他藏身的踪迹的。我知道老九你会为难，所以既然已经帮过你一次，我就索性帮到底。禀四爷，离开逆贼已被包围在司马府中，谅已插翅难飞，请四爷示下。九公子，司寇大人，求你！捉拿李开是父王交给我的任务，就不劳四哥动手了。要不，由你来亲自动手。四哥，你倒是准备周全。感情这不是办案，倒像是一场田猎。真的有区别吗？问题是，你下得了手吗？不为难你了。千城是我义子，也是府内的神射手，百步穿杨之功。司寇大人的指令就是判决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。司寇大人的指令就是判决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。由你来亲自动手。问题是，你下得了手吗？对付一个死人，竟然如此大动干戈！你们这些人，个个手上都沾了不少韩国人的血吧？是我自不量力，连累这么多人，实在有愧。尤其是我最不想牵连的人，若能死在他的身边，也不枉此生了。上一次我差点死在敌人的手上，是为国尽忠。如今我虽然不再是韩国将领，却也不能让韩国兵士的剑刃沾染上我的血。
既然今生缘已至此，只愿来世我们能再相见。结案了，恭喜啊，老九！这不是一个坏的结局，不是吗？李开死的时候谁在场？哪个仵作验的尸？当时4公子和9公子都在场，是由他们亲自审验的。哼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你们俩找个机会仔细看一看。是。还有，兀舅到底去了哪里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夫人今天受惊了，这是紫兰轩特调的安神香茶，最能凝神静气。夫人不妨试试，可有效果。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我也曾体会过。我怎么？这是哪儿？真是难为李大人了，和死人相处这么久。只愿来世我们能再相见。
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沉呢？魏庄兄这一招偷梁换柱，使得果然精妙，连我都差点信以为真，担心李大人真的死了。我既然答应了你救他不死，他就算想死也不会如愿。这也多亏了韩兄的第2个锦囊。这是巫救的面具。韩兄被关进冷宫之前就料到会有今天的局面，还是多亏魏庄兄的好身手，加上子女姑娘的化妆手艺，才没浪费了那具尸体。蒙诸位义士相救，李开感激不尽。哎，李大人客气了，这不单是救你，也是让真相不至于淹没无闻。在所有人都在拼命遮掩时，总该有一个人对那段过去做一个见证。能否冒昧一问，夫人可还有其他情人吗？当年火雨山庄被韩军占领，我与年幼的女儿失散，不知过了这么多年，她现在身在何处，是否安好？我此生怕也再见不到她了。这2拜，一是为我着金蒙公子相救，送入宫中避难；二是为小女在紫兰轩受诸位恩泽照料。当年我被害时，她还在襁褓之中，没想到一别竟成永诀。弄玉，你还不愿意相信吗？母亲，我的孩子。母亲，母亲。李某此前一直不敢与小女相认，就是怕我的身份会给她带来麻烦。承蒙诸位相助，李开难以为报，且再受我3拜。救你是让你挺胸活着，不是来向我们跪拜的。在下确实还有一事相求。李大人可还是放心不下妻女？我死了，也是他们的解脱，不会有人再纠缠他们。九公子，请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李大人能这样想，再好不过。他们不应该，也没有必要再承受潜在的危险了。我离他们越远，他们才能越安全。
这是他的东西，请夫人留作纪念吧。水面的涟漪虽然暂时消散了，但是仍然会有人记得。风曾经吹过。幽冥阴阳，生灵退散，黄泉碧落，百鬼夜行。百鬼夜行，世界真有那种东西？哼，这世间妖魔鬼怪已经很多，也不在乎多一个装神弄鬼的。去看看。这个李开曾经死过一回，这次将军要搞清楚，他是不是死透了。脸上毁容的伤口和年龄身形都是吻合的，但是伤口可以作假。再找找，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线索。这里还有一处致命伤。这个人不是李开，这就是将军想要知道的。那这具尸体又是谁？再看看，有什么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？
就你也想反噬主人？你的第2条命可是我给的，这算是送给我的礼物吗？看起来不错嘛。肉归于地，气归于天，血归于水，精归于山，呼吸化为亡灵，尽归幽冥之间。起！这是起死回生之术。不要恋战，先回去禀告将军。他们是为你而来的吧？你是说那2个皮匠变成了僵尸？本来也不信鬼神之说，但属下亲眼所见，而且还有意外收获。哦，失踪的兀鹫成了李开的替死鬼。韩非这小子又在捣鬼。但是兀鹫也变成了僵尸。哼，哪里来的江湖术士，敢动我的人？这恐怕倒是好消息。此话怎讲？那个灾星
应该正在聚集他的得力部署。原来如此。起死人，肉白骨。百越相处之地，一直有千里赶尸之说法。黄泉碧落，百鬼夜行。而你遇到的，恰恰就是隐巫之手——驱尸魔。不知道这几天，我们的老朋友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呢？哼，也许他已经开始想念牢房的滋味了。来来来，今天啊，可要好好的喝一顿。子女姑娘的兰花酿好酒，可不是随便喝得到的哦。谁指使你来的？谢谢大王真仁德，爹，给。赶紧趁热喝了吧。谢天谢地，终于找到了。你们都是百越人吧？你也是百越人，同乡，快进来。老兄，看样子路上受了不少苦啊。你也是听了韩王收纳咱们百越难民的亡命，才找到这里的吧？这里的人都刚来不久，你就安心住下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可不是人住的地方啊！啊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多亏了韩王仁德，赏赐这片土地给我们，不然我们现在还在楚国吃苦受难、风餐露宿呢。我是说，这里可不是活人住的地方。谁指使你来的？他急于进攻，背后已经露出破绽了。
所有人在魏庄兄眼里都有破绽，但只有置之死地，才有活下来的机会。他能懂得以攻为守，是个做杀手的好材料。这是为什么？寄人篱下的感觉就这么好吗？好身手。制服这点程度的对手，也值得大惊小怪。我是夸这位。不过，我倒忽然发现魏庄兄也颇懂得怜香惜玉啊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弄玉姑娘？果然，什么都瞒不过公子的眼睛。你应该庆幸魏庄兄第一时间就认出了，否则他也不会这样手下留情。难道我就这么容易被识破？我可是险些被瞒过。虚伪的鼓励只会让他更快送命。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不必说了，不行。这点我倒是和你看法一致。我必须争取这个机会。你以为凭这把剑明志就能博得同情？流沙不需要弱者，所以故意让一只手。令尊拼尽全力保住你的性命，不会愿意看到你去以身赴险的。刚才弄玉可是逼你动用了双手，不能小看他哟。看来主谋是你了。聚沙可以成塔，如果散落尘世，只会被风带走。每个想要加入流沙的人，都有留下的原因。紫兰轩果然卧虎藏龙。你曾说过，想要在黑夜里看清楚，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。流沙的世界，面对的是无尽黑夜，一旦踏入，就无法回头了。飞公子，魏庄大人，子女姐姐，你们就在这片黑暗中保护着我，和像我一样更多的人。弄玉虽然微不足道，唯愿生死相随。
你敢不敢迎接第一个生死考验？公子请吩咐。陪我喝酒，一醉方休。公子，你这可是以权谋私啊！一群丧家之犬，却在谈什么家园？奴隶是不配拥有家园的。神罢了！你们也不配再做百越的子民。是你。百越将重新站起来，只是你们没有机会看见了。四肢蜷缩，身体呈现斗拳状，这是被烧死的人才能形成的姿势。可是这里却没有着火的痕迹。子房，你来看，皮肤青紫，身体灼伤，还有这种颜色的尸斑，是中毒所致。什么毒？这些人的中毒症状都不见于中原的医学典籍，可见凶手所用的毒药是域外之物。我听说百越之地有100种秘药，
都是毒药中制毒制奇的。你是说，杀死了百越难民的人，也是来自百越？百越有2大凶术，蛊和毒。近日，传闻有些人自称遇到了百鬼夜行，那是属于百越的尸蛊之术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另一件凶术，代表惩罚和复仇的百毒之咒。大王有令，宣司寇韩非境界。百越难民惨死，手法诡异残忍。儿臣以为，这是有人故意示威，挑衅王威。都城一应防务，向来由将军府统领。此番百越难民遇害，和城防军的疏于戒备也不无关系。张相国所言不假，季某一定要追查，严惩失职之人。但这祸水却也事出有因。如果有人故意往粮仓里放老鼠，有多少猫看着也没用。你是何人？竟然擅闯宫廷禁地！看你们吵架，还真是有趣。你是百越人？这些人里面，就看你最顺眼。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同族百姓？那得问问你的大王，还记不记得赤眉龙蛇？啊！赤眉龙蛇！天泽，禁军，禁军何在？我家主人还备了一份有趣的大礼，在贵国太子府恭迎各位。相信大王一定会喜欢。
先是司马府凶杀案，后是收容了百越难民，引来百越余孽的肆虐。太子府无端受到突袭，可说是被连累波及。人命断案，九公子固然劳苦功高，但末将以为国家社稷之重，可比泰山。新郑都城原本是将军镇守之地，而王宫境地更是重中之重，本该固若金藤，如今却被贼人闯入。难道一个命案就乱了将军的住房？这就是将军以为的社稷之重于泰山？哼！我堂堂都城祸乱风起，太子生死不知，你们不为寡人分忧，却只顾着在这儿相互推诿。请父王息怒。依儿臣来看，太子殿下虽处危境，但暂时还无性命之虞。此话怎讲？以刚才妖女态度之嚣张，可见贼人之有恃无恐，不惧我大汗神威，袭击后不慌忙逃窜，必定是以太子为人质，向朝廷以条件来交换。玉儿的话倒也有理，那你认为应该如何是好呢？因此，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与贼人交涉，争取时间，营救太子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论带兵，姬将军无人能出其右；论智谋，九弟心思缜密，定能条分缕析，找出幕后真凶。此次危机，非举姬将军和九弟二人之力不能营救。好个韩愈，妄图祸水东引，让我和韩非斗个两败俱伤，再坐收渔翁之利，老夫岂会如你？四公子心忧国事，好谋善断，实乃我韩国之大幸。此次危机关乎太子性命，如有四公子主事，定能逢凶化吉，凯旋告捷。玉儿这番论断大有可观，这才是我韩国的忠臣良相该想的事情。此次营救太子之事，就由你统领全局吧。儿臣不敢。贼人把持太子殿下，骤然用兵，只怕投鼠忌器。而九弟身为司寇，屡破其案，论思辨敏捷，儿臣不如。此刻情形，恰恰需要九弟的才能。儿臣虽为兄长的身份，但举贤不避亲，推举九弟主事，儿臣愿从旁辅佐。四公子深明大义，老臣钦佩。姬将军，你跟老九合作没问题吧？末将与九公子之前虽然有小误会，但纯属一己私见。如今大敌当前，自当以社稷为重，精诚合力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老九，你清楚了吗？好像从头到尾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啊。你有什么意见？你四哥一片赤诚举荐，姬将军也抛示前嫌来配合你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那我没意见了。救不出太子，寡人唯你是问。
啊！上啊，给我上！本太子的陷龙阵第一次就派上了用场，抓住了一个大家伙。来啊，将这猖狂刺客拿下，继续审问，看看他到底是……护卫，快拦住他！殿下，殿下，王公御驾护卫刚接令，护驾来迟，请太子恕罪。就你们这些人，大部队已在花园部署好护卫阵势，接应太子，就在前方。太子驾到！
你是谁？你是赤眉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别杀我！堂堂的韩国太子，未来的一国之君，向我这阶下求声，饶命！你是在求我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那为什么你还站着？只要饶了我的命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你给不了。蒙四哥错爱，韩非资历尚浅，如此大案，还是少不了四哥的指点。我义子千乘，武艺超群，机敏过人。此次营救行动，他在如我在。九公子，他在如你在，那四哥你就是不在喽。九公子放心，此番重任，末将一定倾力相助。哼，你只要不倾力捣乱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当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倾力的。我也为九弟感谢将军。韩宇，你这只老狐狸！这场游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有一只猴子想吃在火上烤熟的栗子，但又不敢去拿，于是就哄骗猫去火中替它取。这个栗子很烫手，所以需要喝杯酒，先壮壮胆。你明白了吗？遵命，将军。恭喜公子独揽大权，姬无业四公子都唯你马首是瞻。子女姑娘，我要的是安慰，不是伤口上撒盐。安慰这种事我不擅长，你应该找他。你还是继续撒盐吧。还是弄玉懂我。有一只猴子想吃在火上烤熟的栗子，但又不敢去拿，于是就哄骗猫去火中替它取。这个栗子很烫手，所以需要喝杯酒，先壮壮胆。那座不存在的监狱发生的那场越狱，就是整个事件的开始。子房果然做好功课了。通过火与玛瑙案，百越勾陈往事浮出水面。我查阅了各种史籍归档，对照了年表纪要，发现里面共同的特征就是有一段空白。时间的空白往往是用来掩盖不忍直视的真相。百越太子名为天泽，虽然贵为王胄，但是天赋异禀，精通百越巫术，在驾前喜欢招揽各路奇人异士，又因生就异象被称为赤眉龙蛇，也有称赤眉君。赤眉君，百越王族在遭遇楚韩军队协助平叛过程中也被殃及，
其中原本应该重点关照的百越王嫡太子，却被一笔带过。结论是神秘失踪。神秘的失踪与神秘的越狱，而百越难民被集体毒杀，显然填上了这块空白。看来这位赤眉君一直被关押在都城的秘密监狱里。哼，一个百越的废太子绑架了韩国的现太子，倒是有趣。魏庄兄觉得有趣的事情，我得再喝杯酒压压惊。诺玉姑娘，你有疑问？那是谁把赤眉君关起来？这次又是谁把他放出来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以你之见呢？既然是空白，也没有人知道他被关押，那么放他出来的人，就是当初关押他的人。像你这样的美人儿，不该玩我。这个比较适合你。你太冷了，不对我的胃口。你不靠近些，怎会知道冰冷表面下的柔情似水？小心啊！上次说出这几个字的男人，早已灰飞烟灭。你来晚了。主人，这样一个人释放出来，难道不怕他的报复？仇恨就像毒药，沉浸的越久，毒性越强，报复已经开始了。只是有一点很奇怪，将军府与太子殿下原本是一系，姬无业力挺太子，怎么会复仇的第一个对象就挑选太子府？确实，这样看来，似乎受益者反而应该是4公子韩宇，9公子你。他可是要火中取栗的那双手。你的话每次都这么有道理，
但为什么听着这么让人戳心啊？因为这是事实。另一个事实就是，以太子为人质，这么重的筹码，对方的要价显然不同寻常。你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要快。看来你不喜欢意外。我只喜欢惊喜。现在我所馈赠的不就是惊喜？失去控制的惊喜会是一场灾难。那我可以保证，灾难才刚开始。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你是指那个名为兀鹫的杀手？我指的是断发三郎中剩下的那个。哼，你很在意，看来我拿对了。你最好小心。哦，我很清楚你的弱点。我们既然可以把你放出来，也随时可以毁了你。有趣的是，我本身就是你的弱点。你的我们如果知道了，会很不高兴。你并不了解我们，但我知道你们需要我。一个等待很久的人，往往会索取更多。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。如果足够聪明的话，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来讨价还价。世上每件东西都是有价格的，譬如这个。虽然你身边有精通各种毒物的毒王，可惜他帮不了你，这并不是一种毒物，这是一道无法挣脱的枷锁，维持着你我之间脆弱的友谊。仇恨是一件最好的武器，我建议你用好它。九公子，太子府周围的街道已经被封锁了。看来姬将军没少出力。而且将军府也派来了帮手。帮手？
九公子，太子府周围的街道已经被封锁了，围了3层，进入戒严状态。而且将军府也派来了帮手。帮手？墨鸦见过公子，将军吩咐，属下一切听从九公子调度。你叫墨鸦？听说是将军府最信赖的得力人物，承蒙九公子抬爱，卑职不敢。上次在将军府长谈，两位见过？见过不止一次。看来你的伤已经好了。刀口舔血的行当，伤口是家常便饭。感谢关心。前段时间都城发生了一场越狱，似乎现场有你的影子。自从七绝堂接管了毒蝎门的地盘，唐七老大的势力确实扩大了不少。不过人多眼杂，以讹传讹也未可知。以讹传讹，还是贼喊捉贼？将军吩咐，一定要尽心合力，共解危机，务必保护太子殿下安全，为主事的九公子分忧。还是将军想得周到，那有劳你了。乖一点儿，别乱动哦。乖一点儿，别乱动哦。已经都布置好了。他准备好回答问题了。带我去。
卑职从高处观察了整个太子府前后，府内的侍卫已经全部被贼人控制住。赤眉天泽的3个手下分别控制了东西南3个入口。3个手下：百毒王、燕灵姬、无双鬼。天泽本人和驱尸魔不见踪影。4个大门，却只守了3个入口，这算是一种邀请吗？看来这个赤眉君天泽不仅懂得巫术，还深谙兵法。守正出奇，示弱隐虚。这些围墙呢？对方已经布防，不可逾越。九公子，请看那里。百毒王的手段。之前百越难民的惨死，也是此人的手笔。让士兵们做好防护准备。兵法有云：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天泽以空门示我等，我们就更不应不从空门进去。这个百越太子，看来不但擅长巫术，对中原的兵法也颇为精通。哼，子房，那你说我们是从哪个门进去呢？是无双鬼守的东门，还是？对手特意展现最难攻破的地方，往往是实际最虚弱的位置。哇，每次他都很酷，但行动之前，至少先定个作战方案吧。他的方案就是作战。开始吧。韩兄，留意这些士兵，不太对。
我有点明白他们想交换的筹码了。